感觉有书架还不错。怪兽对打机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攻击步伐。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是攻击步伐嘛，就是我们在攻击之前，在扣球之前，我们都会有一段距离要这样跑进来，然后这边1、2、3跳。那这一段助跑就是所谓的攻击步伐。那我们在之前的那个攻击5部曲，也就是比较进阶一点的版本，我们在这边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怎么样去专精我们的助跑。那今天我们就是来着重在更基本的地方，就是如何去踩这样子的步伐。好，那我们就一开始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有攻击步伐。那步伐呢，就是为了要稳定我们的动作，然后让我们的动作能够好好的、很顺畅的跑出去，然后之后在最后从跑步的状态变成是起跳，就是蹲下去，然后弹起来。那这个攻击步伐，如果说做得不够顺的话，很多人会在这个部分会变成脚打结，然后就然后就没有办法跳起来。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攻击步伐先练好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好好的跳得起来，我们才可以好好的跳得高。好，我们这边先进一段就是助跑跳的那个完整的影片。以常见的步伐来说，我们可以分成就是双脚跳跟单脚跳。单脚跳先不要急，今天不会讲到，我们下一次再讲。我们通常会用双脚跳来做攻击步的起跳，因为双脚跳大家都应该知道1+1等于2，甚至大于2。所以按照这个逻辑，我们双脚跳理论上会比单脚跳来得高。那我们最一开始，我们还是都先从双脚跳开始学。那想要学单脚跳，就等我下一支影片哦。可是双脚跳没有跳好的人，就不要给我去看单脚跳，你们先跳起来再说。大部分我们在外面听到，可能人家刚好也在学习，或者是有些人在讲，那个攻击手他都怎么跳？我们很常会听到，2步跳、3步跳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细讲什么是2步跳、3步跳。那我们先来了解双脚跳的步伐。那开始我们要先知道所谓的起跳步是什么。起跳步就是踩出去之后1、2跳，因为双脚跳嘛，我们再怎么样都还是要2只脚一起这样蹲跳，这才叫双脚跳吧。所以按照这个逻辑，我们把这个起跳步算成1步。记得哦，为什么是1步呢？因为这是我学到的。这个部分就其实每一个人讲的方式都不太一样。那这一部分可能是我从小学到大。那这是我学到的东西。这2步后面的2步起跳步，我们算成1步。那2步跳就是所谓的一个助跑，然后再2步，然后起跳。那3步跳的话，就是助跑2步，然后一个起跳步，然后起跳。所以很多人就是会听不太懂，所谓的什么2步跳、3步跳，为什么他踩了3步，那结果是2步跳？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最后面2步起跳步算1步。那这样子大家就可以避免大家误会这件事情。那这边我们就先厘清出来，有没有打破迷思了吧？那所以按照这个逻辑，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来，其实也有1步跳，就是嘿，然后跳。对啊，就是我们拦网有时候会遇到，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的助跑，所以我们才会比较常出现的是，尤其是让大家练习的都是2步跳或3步跳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2步跳，那大家要记一下这个口诀。左撇子的帮我记一下右左右，右撇子的人帮我记一下左右左。那这个步伐，这个口诀其实就是让你去更容易的去记得说，我要怎么踩，我要怎么踩脚步。我们会比较希望说，为什么最后的起跳步右撇子就是右左，然后左撇子为什么是左右？这其实是因为这个动作在起跳的时候，我们在拉弓身的时候，按照这个逻辑，右撇子是右左嘛，那右左边在前面，所以这样拉起来的时候，
我们是往右边拉，那我们的左手在下面，然后我们的左脚在前面，我们的右手在后面，这样子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好的躬身动作。左撇子就是反过来，然后我们会比较希望说大家可以这样子跑。那其实这不是一定要这样跑哦，因为有些人可能我是右撇子，可是我喜欢跑右左右，然后就是跑左撇子的步伐，可是我还是跳得高，我还是打得下去，那这也没关系，这也 OK。所以大家不用太刻意要求自己的步伐一定要纠正过来，看自己想不想，然后看自己适不适合，就是只要跑得顺，然后就不用太在意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右撇子的步伐，那左撇子人就先当做预习，你们要大概知道一下怎么做。我们右撇子的第一步是左脚，那所以我们的准备助跑的动作是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然后我们要跨出第一步，跨出左脚。那这时候我们上肢的动作是正常走路哦，是正常走路，所以双手是正常摆臂的，然后右左，然后起跳。那后面的右左，这个就是起跳步，所以在右左的时候，在踩右的时候，我们的上肢，我们的手臂要开始往后摆，要做一个往后摆臂的动作。然后最后一步左踏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的摆臂要拉回来，把整个身体往上带。OK。好，那我们来换左撇子，那右撇子就当做复习。我们的第一步是右脚踩出去，所以我们在准备助跑的时候，我们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。好，准备好了哦。第一步右脚，所以右脚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正常走路哦，也是正常走路，所以我们上肢是正常的左右挥臂。OK， 好，然后第二步跟第三步是起跳步，所以等一下会很快的左右。刚刚是顺顺的走路摆臂嘛。然后在左的时候，我们要把两只手用力的往后拉，就是一个往后摆臂的动作。那最后一步右的时候，身体要有点蹲下去，然后我们的手从摆臂的动作拉到最后面的时候，把它往前挥带上来，然后一起往上起跳。那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右左右的动作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，这样就是我们的两步跳。那我们再看一次流畅的版本，记得就是右撇子是左右左，左撇子是右左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次。这样子大家 OK 吗？那如果说大家没有办法记得那么快的话，就可以就是回去重播这样。好，我们再来就是要来讲三步跳。那三步跳就是按照刚刚的逻辑，我们就是多了一步，很简单吧？那我们的右撇子刚刚是左右左嘛，现在变成是右左右左。然后左撇子呢，我们现在变成是左右左右，就是多了一步。所以你应该不会变成是左左右右，然后左左右左之类的。来，这一次换左撇子先，那右撇子先预习。那我们左撇子呢？我们最一开始三步跳的时候，我们会踩左右左右嘛。一开始的准备助跑的动作，我们前后脚就站不一样哦。我们是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。那所以第一步会左脚踏出去啊，所以第一步左，上肢是正常走路哦，然后右，然后上肢也是正常走路哦，然后下两步是起跳步左右。那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左的时候手臂要往后摆，变成一个大摆臂，然后最后一个右的时候挥起来，所以会是左右左右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换右撇子。右撇子的三步跳就是右左右左。好，那我们的最一开始我们的助跑的准备动作一样，就是我们是第一步是右脚嘛，所以我们的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双脚稍微站开，不要站太合，站太合你会有点跑不太动。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右 ，OK， 那这时候正常走路，所以我们上肢是正常摆臂，所以右左一样正常摆臂，然后最后两步右左记得是起跳步，所以右的时候，右的那个瞬间，我们手臂要往后摆，然后最后一步左，然后跳起来 ，OK， 所以就是右左右左，感觉在镜头前面很激动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看一下完整的示范动作，那就是刚刚的右左右左跟左右左右。
那我们来做一个小结，就是我们今天大概已经学到了2步跳跟3步跳。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记得要把最后的起跳步虽然是踩2次，其实是2个小步嘛。那起跳步要把这2个小步当成1步，所以那个起跳的节奏会是1、2、3跳。记得哦，是1、2、3跳，这样子对于起跳的高度最有帮助。尽量不要就是1、2、3跳，这样完全没有帮助，你不会跳比较高。要有节奏的助跑，这是第一个小技巧。那再来第2个小技巧，就是我要跟大家说，我们助跑我们会有横向的动能嘛。那我们在最后起跳步的时候，把这个动能蹲下去，然后刹车转成位能弹起来。我们之前在这边有跟大家介绍过。那所以在这一部分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，步伐越少不会比较好。虽然说我们抓起跳时机比较容易抓，可是步伐越少，我们会动能那个横向的动能就少了。那不代表步伐比较多会比较好哦。所以步伐太多，其实我们会跑，结果跑到前没力了，然后根本连跳蹲下去都蹲不下去。然后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一定的区间，就是可能2步跳、3步跳，甚至4步、5步，这样就差不多了，不要再多。因为我们要看每一个人适合多长的助跑，而且再来是你的步伐越多的话，你就必须要退得更远，你不能只有在3米线内。你在3米线助跑起跳，结果你跑了5步，你要踩多小步？所以你的步伐如果要增大的话，你自己的助跑距离就要退得更远。OK， 那这个只是比较进阶一点的东西，那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看看，你用3步跳，用2步跳。测试一下自己的高度，甚至4步、5步，啊，我自己都用6步，就是每一个人习惯，每一个人觉得适合的都不一样。那我2步跳我也会跳，6步跳我也会跳，所以要多去练习攻击步伐，然后把所有的步伐都要会，不能说我只会2步跳，我只会3步跳。假设举拳都可以每天都可以举好球给你，然后我都一直用2步跳打，那都没问题。可是万一今天举球员好像手受伤了，就一直举3角，一直举到很开网的地方，你不得不用其他的脚步去打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必须要用其他的步伐去应对。所以多多练习不同步伐的脚步都是很重要的。那第3个小技巧就是你们在练步伐的时候，要练到我闭着眼睛都会跑。闭着眼睛都会跑的意思是，有很多人在练习步伐的时候，跑一跑，结果我都必须要一直去看着我的脚，然后才能确定说我踩到哪里，然后我这样踩的对不对。那你们必须要练到说，我可以看着其他地方，看着球是基本。那我甚至是闭着眼睛，然后跑对步伐，这样你就成功了。因为如果说你一直在比赛的时候，在打球的时候，一般在打 play 的时候，你在助跑的时候，结果都一直往下看，然后看不到这颗球，那这样子是不是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起跳，什么时候要打？所以这个步伐就变成是要练成是反射动作，然后让你不用太在意它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我踩的对不对？好，那在步伐熟悉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去看一下这些进阶的一些技巧，攻击5部曲。我那时候讲的很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边。好，那下一次记得哦，下一次我们就会来讲说那个单脚跳，大家都觉得单脚跳很帅，对不对？单脚背飞，然后跑前飞，是真的蛮帅的，那种大移位攻击。那可是先把这个学好。今天的排球小教室就上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想要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追踪跟按赞哦，还有按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对了，就是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下，现在是在我自己的联名毛巾的预购时间是这里，记得支持一下。好了，拜拜。